18。哎，这什么时候拍的呀？这个？你私底下调查我的家人，就在我们决定交往的隔一天。 对，哥，怎么还不下来啊？像我之前我都跟你说过我有哪些家人了，你是不相信我吗？所以才暗中调查我。既然你那么不信任我，为什么还要决定跟我交往？珊珊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要怪我哥，都是我找人调查你的。 即使风月不找人调查，结婚前我也会这么做。珊珊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其实呢，这是风家人了解你们家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。你看，你们老家这么远，那风月呢找人拍点照片，了解一下你的家人，千万别生气啊！所以你们都记住了，满意了，同意跟我结婚了是吗？ 我是不是应该很开心啊？好好过年。我们先不讨论结婚的事，以后也用不着讨论了。哎，珊珊，珊珊，回来。对不起啊，哥。 太不小心了，我这就去给薛家人道歉。不用了，我们回上海。咱们家大爷爷起就住在这儿，想要了解点什么，派个人过来一趟不就行了吗？ 弄得结婚前还要被调查一番，搞得我们像黑户似的，至于吗？这些有钱人做起事儿来，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真是冷血无情。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要有几个亿的身价，我也会这么做。 在你回来之前，我也让彤彤上网，了解风腾的背景。这年头，台面上的人一举一动，都有记者帮着盯着。咱们薛家默默无闻。珊珊，你想想，风家几代人积累的财富，凭什么就你薛珊珊几句话，上门当了媳妇？ 尽享他们荣华富贵，同样都是调查，只不过风家是用了花钱的方式。如果你觉得受不了、不开心，正好趁现在想清楚，还有个退路。 现在的重点也不在这里。我看有成浩是找不到这个人了。我们一家人都要做好节衣缩食的准备。珊珊，事到如今，你要不要辞职？干脆不去上海了。 留在老家。啊？你让珊珊辞职啊？
哟，珊珊在上海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，再说也考上了那个 CPA 的证书啊。你让她回来，在咱们这个小镇上，能找到什么工作来还那个1000万呢？你这不是要逼死珊珊吗？对不起，伯父。找人调查你们家，绝对没有看清你们家的意思。我知道，你们封家家大业大，你有这样的举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只是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也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做封太太。那不行，我已经向你求过婚了，而且我跑这么远来提亲，我不能白白浪费时间。柳柳那1000万，既然伯父坚持要还，那我们就等还清1000万之后，我们再结婚。柳柳说，刘正浩的爸爸也有投资500万，当然现在也没有人要回去，只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拿出更多的钱还给你们。不过扣掉之前一些运作成本，我们至少还有350万，所以，我不建议你们把350万变成1000万之后再还给我。你觉得我可以做到吗？我一直很相信你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们薛家一定会还你1000万的。还清了1000万，你要马上嫁给我。珊珊，你不会真的要离职吧？哥，你不会真要让薛家还那1000万吧？你们真的不结婚啦？我们当然会结婚，只是往后推迟一点。哎，珊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我跟你延期那500万，你不用还的，对吧？没事儿，谁要因为500万不让我哥结婚，我就跟谁急。不行不行的，都说好了，1年之内还清这1000万。风月，你是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吗？啊，有。这是薛父的心愿，就让珊珊了了他父亲的心愿，再嫁到我们封家。那个，丽树，你们婚礼准备的怎么样啦？准备的挺好的。我们决定回美国办正式的婚礼。昨天我也跟风月商量过了，我们在老宅办订婚，然后就直接飞美国。哎呀，我说你们真是折腾人啊！雷声大雨点小的，一开始把我忙得团团转，现在倒好了，我什么都不用做了。哎呀，太开心了！虽然只是订婚啊，但是不能马虎。我和风月会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风家老宅。谢谢。走吧。你暂时不打算结婚，是真的准备让薛珊珊还钱吗？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也真是难为你了。这个世界上啊，最难的给予就是在给予对方的同时，还让对方觉得备受尊重。你想的挺周全的，也为难珊珊了，还得做出一些违背自己天性的事情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风腾，你
该很清楚，单纯、天真这些在商场上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。那个曾经活泼天真的薛珊珊，有可能会为了赚钱变得圆滑世故。当然我没有恶意啊，我只是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喜欢那个令你轻松自在又简简单单的薛珊珊。我知道你想说的意思，但是珊珊她不是一个贪婪的人。我相信随时间的增长，她会越来越成熟，反而也会越来越世故。但是她毕竟要嫁给我。我想，某些方面的艰难，应该不会输给她自己的创业。我们应该支持她。其实我就是有点感慨，因为我曾经努力的想成为配得上你的那种女孩，我现在看薛珊珊就有一点看到我当时的那种影子，觉得她特别辛苦。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希望你能幸福。我当然明白。千万不要为了一些像赚钱这样的事情走了岔路。哪有好妹妹不关心哥哥的？我倒是很想知道，我跟薛珊珊就这样继续走下去，会是什么样子？这是虚拟货币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进度，没有了那些资本，这个项目也很难再进行下去了。如果大老板还有兴趣的话，我愿意无偿将这些资料都给公司。这个企划案很好啊，其实可以卖很多钱，不如我们聊聊。那就把剩下的那350万当做我卖企划案的钱，做我的创业基金吧。成交。不过作为债主，我想要知道你做什么生意。珠宝。珠宝？我大学室友的父亲在云南经营一所玉矿，虽然我一直没有钱，但是这4年里面，我聊着也就聊出兴趣来了。我还有一位学长在日本的珍珠企业工作。说老实话，我对宝石业的了解是要多于科技业的。柳柳，过去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呀？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存钱，本来是计划从一个小小的银质工艺工作室开始做的，但是现在既然有这么大笔负债，我就得改变计划，不能再那样干了。现在，我想要创立一个属于中国的时尚珠宝品牌。柳柳一向很有生意头脑的，我知道有一天她的能力终究会发光发亮，却没想过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。那么我的条件是在你们没有还完钱之前，这个公司要隶属于丰腾旗下，为了方便掌管你们的账务。用丰腾集团做背景，珠宝公司的运营效益应该是加倍的吧？无论是银行的借贷，还是宝石商的往来，都会信任许多。大老板，这是想帮我吧？我是个生意人，只有你们顺利了，我才可以顺利拿回钱啊。珊珊，你还是决定帮柳柳？这不是帮，是薛家的大事，我不能缺席，必须要参与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出了这扇门，你们就要靠自己。珊珊，大老板趁过年的时候去你家提亲了吧？你们就结婚啦？珊珊啊，看在我们是同一间办公室的份上，以后喝喜酒的时候，我们要坐得稍微靠前一点点啊。恭喜你了，以后得改口叫你丰夫人了。我走了以后，你们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啊，照顾好自己，不要太想我啦。科长，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。啊，我也要谢谢你，这段时间尽心尽力。
虽然我觉得你这样离职，觉得很可惜，但是再想想呢，也就是换个位置，继续协助大老板。珊珊，恭喜你！谢谢科长。如果新的员工来的话，我每天都会拨出时间来交接的。好。小伙伴们，我走啦。珊珊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不用离开公司，也会顺利跟封腾结婚的。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说起来，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呢。感谢我？我想过了，就算我将来跟封腾结婚了，我也只是封腾集团里那个小小的财务助理。然后年复一年的等待的升职加薪，做一个大公司里的小螺丝钉。但是现在因为你的关系，我可以出来创业了，也许也算是一半的大老板了吧。那当然啦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俩就是不分你我的薛老板了。我觉得我又往大 boss 的世界里跨进了一大步。你也别多想了。总之呢，咱们俩呢就努力的干，好好的干。如果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的话，那将来你一定要让我当成封太太不就行了？我们一定行的。好，那1年之后，你就是封太太，我就是薛大老板。薛大老板，我们出发，出发！这里啊，都是我们整理出来的最优秀的店面。人流交通都是最好的，而且租金实惠，房东又好。这间的平数啊，开7间店实在是太理想了。它距离地铁车站只有100米，出口还正好对着店门口，简直是太适合了。这个店看上去是不错，不过我们的预算有限，而且这上面也没有标注多少钱。是这样的，这个房东呢对房客也是挑剔的，表明了。价格只是其次，只要2位肯出价，我负责帮2位去说。不然我们还有一些精选的店面，租金比较便宜一些，但也是最好的地段，可以给2位参考看看。奇怪了，我怎么看这些店面都觉得眼熟呢？这些不都是封腾的房产吗？可恶，又想拿上次那招骗我。方先生，麻烦你了，只要房东是封腾先生，请您一律帮我们自动删除。其实封先生的房产也没什么不好的，是吧？全都是高档次的黄金店面啊，保管赚钱的。如果没有其他的店面了，我们去别家看了。别！这样吧，我给我们店长打个电话，看看有什么其他适合的店面，再推荐给你们。那这次就麻烦你了，我们现在是做生意的，还有，请你转告，只要是没有房产证的，我们一律不租。好嘞，那请2位在这休息一下吧，好吧？谢谢啊。谢谢啊。你对封腾的产业可是了如指掌啊。我就是扫了一眼，还没有完全实际了解。大老板，薛小姐说直白了，只要是您的房产不租，还要有房产证明呀。我们家胖婶变聪明了。